当江城外面养的情人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牵手照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的病房里。我一眼就认出照片里那只男人的手是谁的。6年婚姻，7年之痒，终究没熬过去。可在我提出离婚后，以往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却疯了。我把他一点点推进深渊，又将自己一点点救赎。既然破碎的感情没办法修复，那我不介意再碎一点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拖着刚缓过来的身体，从医院病床上爬起来，回到家里。哪怕医生说我的胃溃疡已经很严重，必须要住院治疗，我也依然坚持出院，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回到家里，我把自己陷进沙发里，灯也没开，拿着手机刷着徐雪的朋友圈。对方是新来江城公司不到1年的实习生，我们俩见过几次面。江城之前夸他能力好，我自嘲了一声。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。网上翻到10个月前的朋友圈，从那个时候，徐雪就已经开始每天晒男朋友给买的礼物，过节转账，平时各种礼物，包括入秋的第一杯奶茶，徐雪的男朋友都会转来5万2。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并没有往偏了想，只是以为小姑娘有能力，找个有钱的男朋友也没什么。但我没想到，在对方刚来公司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已经有关系了。怪不得徐雪只用了2个月就转正了。这时我听到了开门声，是江城回来了。周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定好了去接甲方，你放鸽子？还好有小雪临时去接，不然还不知道多丢脸。听见对方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对我一顿指责，我撑起身体在沙发上坐好。我是因为你因为什么？江城毫不留情地打断我的话，怒火中烧。你不就是因为前几天我给小雪庆祝生日吗？我都说了，当时公司的员工也在场，你还要我怎么解释？周瑶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不顾大局的人，你以前不这样，我以前不这样。我再次自嘲地笑了，原来我在江城眼里这么善妒。说来可笑，徐雪的生日竟然跟我的是同一天。就在1周前，我亲自下厨准备了烛光晚餐，还订了一个爱心形状的蛋糕，打算等江城回来一起庆祝。我幻想着江城突然出现，给自己一个生日惊喜，也猜着对方今年会送自己什么。可我等了很久都不见江城的身影，我还以为他是因为最近要谈一个项目太忙，所以忘了。直到我打开朋友圈，发现了徐雪发的生日派对照片，才知道江城不是忘了我的生日，而是陪另外的女人过生日去了。我当时很愤怒，也很委屈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但接电话的却是徐雪。对方用一种故意显摆的语气告诉我，江城今晚高兴多喝了几杯，这会儿正在自己那里休息。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江总真的喝醉了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今天也过生日是吧？我一直让江总回去陪你过，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江总给你买礼物了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把他送我的项链送你吧。挑衅的语气，不要脸的文字，我只觉得这种货色不值得我生气。于是我淡淡的回了一句，那么爱穿破鞋，正好你俩凑一对。说完我就挂断电话。后面导致的结果就是第2天江城回来跟我大吵一架，说他只不过是关心员工，加上去的员工很多，他这个老板不去不好。我也不退让，把所有怒火都发泄出去。2个人不欢而散，一直冷战到昨天。昨天江城让我接个甲方，因为合作是我谈下来的，
我陪着江城睡过地下室，2个人吃过一个馒头，一路走来，公司有我一大半的功劳与心血，于是我同意了。可就在今天上午，我刚出门要去接甲方，在路上胃痛让我突然晕过去，再醒来已经是被路人送到医院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看着质问我的男人，勾起嘴角，不咸不淡地回了句：不是有徐雪帮你接甲方吗？你一直看中他，夸他有能力，既然有能力，随机应变，为公司临时做点什么也不为过吧？我能从江城的反应中看出来，徐雪一定是没让甲方满意，而对方的能力也不是在业务上，而是在床上。周瑶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以前真是没看出来你这么不懂事，简直是泼妇。是啊，我泼妇。我以前也没看出来你是真不挑食，什么都吃。江城，你是真饿了。此时此刻，江城怒火中烧，跟我以前认识的男人完全2个样子。周瑶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有完没完？我作为一个老板，对员工们好点不行吗？是对所有员工好，还是只对他好？我又问。江城制住，却还在拼命想把过错甩到我身上。周瑶，你向来公私分明，今天是你做的不对，多亏了小雪，我希望下次你不要再这么胡闹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我说，这种男人怎么配我再付出？我只觉得心寒。这6年我到底算什么？怕在江城眼里，我一直都很可笑吧？希望如此。江城的话音刚落，就听手机响了，他误触了外放，徐雪的声音直接传出来，与平时在公司里的语气不同，这会儿女人的声音娇媚，还带着轻吟，问江城什么时候过来。江城眉心明显抖了抖，赶紧关掉外放，语气略有一丝慌张地回道：我马上回公司，你把文件弄一下，让所有员工等我。好一个上进的总裁带着员工加班开会的戏码，只是在我看来太可笑了。周瑶，这几天我不会再回来，你最好自己想想错在哪里了，然后去公司给小雪道个谢。道谢？我冷哼一声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给她准备个大礼。另外，我已经听公司的员工说了，今晚并没有什么加班，不知道江总是去哪里，加的什么班。现在想想，江城的演技真的不怎么样，以前我只不过是被爱蒙蔽了双眼，才没看出来。周瑶，我说了，不要再闹了，小雪比你听话多了，你跟她学学。学什么？怎么做小三吗？周瑶，江城一脚踹在茶几上，你不识趣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都30了，还做什么？看看你这副疯婆娘的样子，天天不修边幅，衣服穿的也是破烂的便宜货，真是丢脸。我能跟你过到现在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除了我谁要你？江城把心里全部厌恶的话都说出来，然后摔门离开。整个家里恢复安静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连衣裙，确实穿了5、6年了，因为这是江城的第1份奖金给我买的。当时我心疼他赚钱辛苦，特意挑了一件很便宜的裙子，一直穿到现在。我是个念旧的人，我总想起我们俩当时很困难的日子，心疼他，也心疼我们一路走来的艰辛。可从现在开始，我只心疼我自己。在江城离开后没多久，我又在徐雪的朋友圈看到一杯奶茶跟小蛋糕的截图，背景显然不是在公司，对方显摆着这么晚还有男朋友的宠爱多幸福。只不过我知道她的男朋友是我老公，这次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打电话去找江城。对我来说，我的老公已经随着6年婚姻一起死了。我洗了澡，坐在梳妆台前，镜子里的自己确实有点憔悴，
这时我的胃又开始剧痛，我有点冒冷汗，看样子这次的确是严重了。我怕我自己再次昏过去，准备先去医院，但我刚站起来就又跌坐在椅子上，胃里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，恶心想吐。我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我慌乱间拿起手机想打救护车的电话，但因为看不清，不知道怎么竟然给江城拨过去了。电话很快被接通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一顿：周瑶，你又要发什么疯？打电话过来还想自找无趣吗？江城嘲讽地说：如果你给小雪道谢，我还说不定能原谅你。像你这种只会发疯的老女人，我看一眼都恶心。你最好别张狂。我耳鸣，人在濒死前会本能的自救，顾不上对方是谁。我艰难开口：江城，你回来，我要不行了。呵，江城不屑一笑：周瑶，你就算想骗我回去，也找个好点的理由行吗？你觉得我会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变得真让我恶心。我本来就被剧痛折磨，听到我在江城心里的形象后，我二话没说挂断电话。现在不是跟对方吵架的时候，我得赶紧自救。这下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看清，拨通了救护车的电话。随后我想去把门打开，不然救护人员来了也白来，但我根本没办法走，我只能趴在地上一点点爬过去。当我把防盗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直接趴在地上没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映入眼帘的还是熟悉的医院病房。医生告诉我必须要入院，但我没同意，只是让医生开了药。你究竟有什么事必须要现在做？命不要了？医生愤怒地问。我淡淡的抬眸，动了动嘴：离婚。医生听到后一顿，然后没说什么就出去了。我后半夜才回家，拿了药。医生叮嘱我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主要是酒，一点都不能碰。在我再三保证下，医生才放我离开。第二天，我联系之前做生意认识的律师，让对方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。我毫不犹豫地签好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又拿着离婚协议离开，走出律所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原来自由的感觉这么好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恨不恨江城？得到的回应是恨，很恨。是个人遭受背叛都会恨，但我知道我要靠其他的办法去报复江城。晚上，我应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的邀请，参加一个晚宴。来到现场，我就被老大哥合作伙伴喊过去跟几个新老板认识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老大哥咦了一声说道：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旁边那位是。我看过去，看到江城也来了，并且带了徐雪一起来。有些不认识我的小公司负责人还以为徐雪是我，立马过去套近乎，一口一个江夫人。而江城似乎很有面子，连一句否认都没有。旁边的徐雪更是笑容灿烂，仿佛自己真的是江夫人了。看到徐雪一身高定的礼服，我穿的确实很朴素，但从气质方面我完胜，因为对方像个风尘女子。旁边的老大哥比我更坐不住，直接拉着我就过去了。当看到我竟然也在，江城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徐雪也是如此，还挑衅地看着我。这位才是江总老婆，你们瞎了吗？老大哥的身份地位高，其他小公司的人根本不敢招惹。江夫人，哎呦，我们确实眼拙，您这气质出众的样子才配做江夫人。听着这些人夸我，我看了徐雪一眼，对方明显生气了，这回别认错了，不是什么便宜货都能当正版。老大哥又当着徐雪的面故意说了一句，徐雪的脸色这下更黑了。江城站在他身边，一句话都没敢说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起他了，
应酬结束，我离开，江城带着徐雪也出来了。我们3个人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见面。你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就想看我出丑吗？听见江城还不要脸地质问我，我笑了。是你自己选择出丑，不是我逼你让他冒充江太太的。你们俩的破鞋爱情，我不反对，但别来恶心我。说完，我就拦了一辆车走了，不管身后那对气炸的狗男女。2天后，我去医院复查，医生看着我的报告，依然眉头不展，苦口婆心让我住院。我拿了药回来，保证处理完事情就去找他住院。回到家里，我竟然意外地发现江城也在，而且对方居然还在厨房里做饭。我们俩刚在一起的前2年，江城不管多忙都会回来给我做晚饭，他做饭很好吃。我们俩曾经还说过，不然就来个夫妻饭店吧，到时候江城来做厨师，我来做服务员。慢慢的，随着江城越来越忙，就再也没给我做过饭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一定会很感动。可现在，我只看到了对方的不怀好意，听到我进屋的声音。厨房里的男人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回来了，快点洗手吃饭吧。今晚我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要不是对方亲口说我恶心，我还真的信了他的宠爱。见我不动，江城看出来我应该还在生气，于是又走过来主动认错：“对不起，瑶瑶，我不该那么说你，也不该带他去参加晚宴。可我真的在气头上，才会说话那么冲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也知道我最近压力挺大的。新的项目投入了公司全部心血，一旦出什么事，公司就会破产。所以你理解理解我，别跟我生气了好不好？”我跟徐雪真的没有任何你想的关系。我嗤笑一声，然后把手里的档案袋递给他：“自己看吧，我去换衣服，有什么问题等我下来再说。”我上楼，简单的冲了个澡，洗去身上的黏腻，吃了治疗胃病的药，就下楼了。当我下楼后，就看到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沉默的男人，茶几上放着散乱的离婚协议。很显然，江城已经看完了。我走过去，坐在旁边的独立沙发上开口：“我只要我的那部分，关于你的我一分不要。房子车子归我，公司归你。”签了协议以后，我们俩从此以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江城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并不是忏悔，也不是愧疚，而是某种怒意。真是没救了！我不禁腹诽：“周瑶，你别以为你这么逼我，我就能低头，小心你什么都得不到。”江城威胁一句，我不以为然。婚内出轨，按理说你应该净身出户。江城，应该是你小心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咣的一声，江城一拳砸在茶几上，怒火中烧地看着我：“我不就是关心一点公司员工吗？你至于吗？最近很忙，都在为了这次的合作能成功而努力。你呢？你为了公司都做什么了？天天只会小肚鸡肠，跟个疯婆子一样搞事。江城，你自己知道我为公司都做了什么？”我冷静地看着他：“这个公司有你多少付出，有我多少付出，你比谁都明白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。既然以前我们是夫妻，我为公司付出也是我应该做的。今天我们只谈离婚，签了吧，周瑶？我只要签了就不会回头，你最好想好了。”江城继续警告：“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以后也少拿离婚来威胁我，这招对我来说没用。”呵，我一笑：“江城，我既然已经把离婚协议签好了，你觉得我还是在用这件事威胁你服软吗？”
江澄垂眸看着离婚协议上我签好的名字，更加生气。我们都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，签吧，早晚都要走这一步，不是吗？周瑶，这份离婚协议我是不会签的，你最好自己好好想想，别再做。说完，江澄就走了。听到摔门的声音，我深吸一口气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会签，但江澄拒签离婚协议，并不是对我还有感情，而是为了他自己。这个公司是我跟他一起创建的，所有合作伙伴都是我喝到吐血才拉来的。一旦我俩离婚，他损失了名誉，对公司来说是个打击。而且公司一直在准备上市，这次的合作至关重要，绝对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出现任何差错，所以他才不同意跟我离婚。我看着离婚协议，勾起嘴角，拿起手机给这次合作的甲方打了个电话，让对方帮自己一个忙。因为我的业务能力一直很好，甲方负责人这次也是为了我才答应亲自过来谈判。我跟江澄再次联系是2天后，对方回到家里，周瑶，我们好好谈谈吧。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为什么，想必是甲方那边没搞定。江澄真的太天真了，我听甲方说，江澄竟然真的让徐雪去谈判，只可惜徐雪不是我，也吃了闭门羹。你想谈什么？我看着他问。江澄像是很痛苦，人也憔悴不少，看得出来他很急，也很烦躁。在江澄犹豫了一会儿后，沙哑地开口：我同意签离婚协议，但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不用他说，我都知道是什么忙，于是直接答应。见我这么痛快，他自嘲一笑：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是，我坚定地回答，没有半分犹豫。江澄，做你的江夫人真的也让我恶心。我把他曾经说的话还给他，心情大好。原本我以为我会很痛苦，毕竟我在江澄身上付出太多了，但事实却告诉我并不难过。甚至看到江澄复杂的神情、疲惫的目光时，心里很爽。最后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我也答应江澄去见甲方。我们约好了晚上见面的5星级酒店包厢内，我跟江澄一起过去。对方看到我很关心我的情况，我的能力、口碑在圈里人尽皆知，所有合作方都跟老大哥一样心疼我。我没事，就是前阵子身体突然不舒服，才没去接你。王总别见怪，光说也没诚意，你陪王总喝一杯，就当赔礼道歉了。听到江澄在旁边把我推出去喝酒，我心里一阵恶寒加反胃。不过这也不是1天2天了，每次应酬他都会把我推到前面挡酒。不用，他身体不舒服就算了。我听着一个没合作过的外人都这么关心自己，而自己爱了6年的丈夫只会把自己推出去后，不由得想给自己2巴掌。6年前我真是瞎了眼，可就算甲方不让我喝，江澄像没面子一样直接把酒给我满上了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我不能喝酒，最近不舒服。周瑶，你什么酒量我清楚，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不对，王总不让你喝也只是客气客气，你赶紧喝了。我知道他想在甲方面前展现他的大男子主义，也想找回他的面子，但我确实不能喝。但这时江澄已经把酒杯拿起来送到我嘴边，还用另一只手把住我的后颈，不让我动。对面的甲方见状看不过去，再次开口：江总，何必要这样？我们今天过来也不是为了喝酒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推开，我看过去，发现进来的女人很眼熟，是对方先认出我的。女人带着责备又生气的语气过来，一把将江澄手里的酒杯打开：你这身体还喝酒，不要命了吗？
这下我才认出来，对方居然是给我看病的医生。因为对方给我诊治的时候一直戴口罩，所以一时间我才没认出来。听见女人责备的话，对面的甲方顿了顿，问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女人回头怒火中烧地看着他：“我不是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出来应酬别逼酒吗？喝坏了谁负责？”刘医生，你们……甲方被骂了一通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这位是我夫人，今天我想着也没别人，就带她一起来了。原来给自己诊治的医生竟然是甲方的夫人，还真是有缘分。原来刘医生跟王总是一家的，好巧。刘医生瞥了一眼江城，他听我说过要离婚，于是直接不客气地开口：“怪不得你要离婚，这种男人要了有什么用？”我差点笑出来，在心里默默地点了个赞。江城有点慌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问我：“你去医院做什么？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快不行了，是真的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看着他，却不太想告诉他。不过这时刘医生再次愤愤不平，开口对江城说：“周瑶有很严重的胃溃疡，要住院治疗，很大可能要手术。他疼晕过去，被路人送到医院一次，那天半夜又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一次，这2次足以让他送命。还好他命大，不然早死了。你作为他的丈夫，对自己老婆的身体都不知道，你好意思吗？”江城这下彻底被说得无言以对，震惊地看着我：“老婆别生气，你还有你。”刘医生打断王国祥的话，警告道：“这种不负责任、品德不好的男人能开什么好公司？你要是敢跟这种人合作，那咱俩也过到头了。”王国祥是出了名的怕老婆疼老婆，老婆就是天。看见自己老婆这么生气，他马上保证不会跟江城合作。江城犹如被雷劈了一样，愣了半天。刘医生又嫌不出气，对江城说：“你老婆的胃就是因为常年喝酒导致的。她为了什么喝酒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不好好珍惜她就算了，听说还跟别的女人乱搞，你对得起她？对得起当人吗？”这些都是我看病的时候跟他说的。说完，刘医生就要走，临走时还不忘让我去住院治病。我笑着答应，并且感谢他。王总也紧随其后跟着离开了。包厢里只剩下我跟江城，我不愿再多说什么，起身也要走。但这时江城沉沉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很难得能听到他道歉。江城一直挺自大，也挺自负的。我驻足，转身看着他：“不管你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江城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2个不相干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我摔门离开，就听见江城在包房里大吼了一声。也许对方会悔恨吧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放下了。我很听话的去医院治疗，我给自己定好了计划，治好病就去国外深造，然后环游世界。做了6年的家庭主妇，让我都忘了自己的爱好。住院的时候，我听刘医生说了一些关于江城的事。江城的公司在失去我以后口碑大跌，特别是王总不愿意合作的事闹开了。也有些人私下扒出他跟徐雪的事，纷纷撤资。这次跟王总的合作关乎到整个公司的命脉，江城投入了全部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会儿已经沦落到卖房卖地了。我听完一笑：“谢谢你刘医生，多亏了你，我最看不起负心汉，他活该，你不用谢我。”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刘医生跟王总的关系了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来到对方所在的医院看病。我听说过刘医生很厌恶负心汉，而王总
恰巧又是老婆奴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中的一环，目的就是让江城的公司上不了市，丢了合作，最后一无所有。而且为了让江城跟我离婚，我联系王总，让他给江城施压，必须要见我，所以我才能顺利的让江城签字离婚。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，外面阳光很不错，而我的心情也很好。隔天江城带着水果跟营养品来看我，他走进病房，我看着他瘦了很多，连胡子都有了，看着很邋遢，能看出来江城的打击很大，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气派的感觉。我正靠在病床上追剧，看到对方走进来后，我把剧暂停。但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想听他说话，而是怕他打扰我看剧情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来做什么？有事没事少来打扰我。不知道我看到你很恶心吗？我无所顾忌地说着。江城并没有因为我这么说而生气。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呵，我冷笑。江城，你有意思没？只要不看到你，我就挺好的。看到你我就浑身不爽，赶紧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瑶瑶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江城很痛苦地说道。跟你分开后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很后悔我没有好好的珍惜你，我不应该放着珍珠不要去抱一颗石头，可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我翻了个白眼。江城，收起你这副让人作呕的嘴角，赶紧滚吧！你已经折磨我6年了，放过我吧！我已经主动退出了，让你跟你的小情人比翼双飞，你还不知足吗？瑶瑶，我心里爱的只有你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跟他只不过是玩玩而已，他那种货色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？瑶瑶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背叛你，我发誓。我摇了摇头，你还是省省吧，少乱发誓，小心真的天打雷劈。江城，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他问。狗改不了吃屎，你已经出过一次轨了，你觉得你的保证对我来说有诚信度吗？江城脸一黑，但不放弃，又开始骂徐雪，以为这会让我好受点。瑶瑶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从始至终只爱你一个人。那个徐雪就是贱人，她就是鸡，她不光跟我，还跟别人，所以我不可能喜欢她，不可能跟她在一起。还不等江城说完，门口的女人就像是疯了一样冲进来，对他拳打脚踢。徐雪找过来，也听见了江城那么骂自己。江城被挠了几下，愤怒地用力扇了徐雪一巴掌，把徐雪直接扇得摔倒在地。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自己什么货色自己不知道吗？还妄想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爱的只有瑶瑶，从来都没爱过你。徐雪不甘心，爬起来把检查单摔在江城身上。我已经有你的孩子了，你就是不想跟我结婚都不行。孩子，我跟江城结婚6年，但因为我一直应酬，没办法要孩子，才一直没有。江城根本都没看检查单，对他说道：你说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，指不定你跟别的男人乱搞怀的，想甩棍给我。江城，你混蛋！徐雪爬起来又要打江城，我实在是没心情看狗男女内斗，直接让护士把保安叫过来了。最后打成一团的2个人一起被带走，病房终于恢复平静。我不屑地收回目光，让护士帮我把江城拿来的东西全部丢掉后，点开平板电脑继续追剧。在刘医生的治疗下，我半个月后就出院了。对方提出让我去家里吃饭庆祝出院，我欣然同意。上次的事，我也想好好的感谢一下王总，
来到王家后，我见到王总，对方此刻在家里跟别人眼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正系着围裙做饭。果然，爱老婆的男人才能发财。晚饭上，我以水代酒，感谢王总的帮忙。你不用感谢我，我帮你也是帮自己。王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跟江城离婚后，一定还要自己创业，你闲不住。如果你自己开了公司，我很愿意跟你合作。你的能力我知道，所以我等你。听见对方的话，我很感动。对了，江城的公司彻底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？王总又问。彻底破产？我并没有特意打听关于对方的消息，最近又一直在医院与世隔绝，所以还不知道。不过这个结局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于是我摇摇头。王总继续说，江城不光破产那么简单，他欠的债就是把他自己卖了都不够还。还好你在他出事前离的婚，不然你也要共同负债了。我也很庆幸，不然真的要跟江城一起死了。他那个情人不知道怎么突然举报他的税务有问题，经过调查组调查，确实有问题，所以江城还面临牢狱之灾。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公司的法人包括实际控股人都是江城，并没有我的名字，所以并没有连累我。我不禁想，江城真是太大胆了。我越想越后怕，还好自己发现的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知道了会更震惊。更震惊？我已经很惊了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得了的事。看见我好奇的眼神，王总一笑，把手里包好的虾很自然地放进刘医生的餐盘里，继续跟我说，江城之前为了救公司的资金链，去借高利贷，欠了很多钱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江城把公司的股份分给徐雪一部分，徐雪也算是公司的副股东。这次破产负债，他也成了那些高利贷债主的催债对象。什么？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。我没想到江城这么爱徐雪，竟然把股份都给出去了。现在江城被抓，债主出不了气，只能去找徐雪。有2个挺有势力的，把徐雪卖给好几家夜店陪客人，而且他还有病了。一直不说话的刘医生边吃虾边开口。我跟王总一起看向他，我们同事闲聊说起的，他染了脏病，很严重，已经开始皮肤溃烂了。我听得心惊胆战，没想到江城破产后的后劲这么大。不过也是那2个人自作自受，怪不了任何人。要不是我聪明，早密谋脱身，这会儿被卖来卖去，染一身病的人就是自己了。从王总家离开，他特意让司机送我回家。我看着车窗外繁华的城市，仿佛做了一个6年的梦。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一对情侣，男孩骑着自行车带女孩，2个人脸上满是笑容。其实我跟江城共患难的时候感情很好，也很有奔头，但从何时起，我们俩只能共苦，不能同甜了。在王总的催促下，我的公司很快成立。之前跟我认识的合作伙伴知道后，纷纷投来橄榄枝。我的事业做得顺风顺水，整个人都特别潇洒自由。这天我接到警局的电话，对方说江城被关押前提出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来到监狱的接待室，也见到了剃短头发、一身囚服的男人。我们俩互相对视，我光鲜亮丽，愈发明艳动人，而江城犹如下水道里的老鼠一般狼狈。瑶瑶，他主动开口，谢谢你能来见我。不客气，正好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我坐下，他很好奇我会说什么。瑶瑶，我想请你原谅，我自己受到应有的惩罚了，少做梦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我再次肯定地回答，
你背着我把公司股份分给徐雪的时候，怎么不这么想？江城的眉头一抖。你都知道了。是，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你的情人已经被债主卖了好几家，染了脏病。江城垂下眸子，是我俩的报应，是我俩对不起你，你知道就好。我表情冷漠。那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江城还不忘问。我勾起嘴角，然后走到他那边，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紧接着江城就红了眸子，但他背靠在椅子上没发动，只能浑身用力的崩溃大喊。我看见他疯了的样子，笑了起来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离开监狱。我坐上自己的兰博基尼跑车就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一道潇洒的尾气。刚刚我在江城耳边告诉他，其实从我知道他跟徐雪的事情后，一直到我俩离婚，公司破产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，是我一步步将他推向深渊，也是我一步步把自己救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